嘿，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来，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好，来，第一张牌是星星牌。星星牌，它代表的是，它最基本的代表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心愿哈，在远方哈，已经蛮接近了哈。来，第二张牌是月亮牌，这张。月亮牌基本的概念是说，你可能隐藏了一些不安哈，还有一种未知性哈，但是它也代表的是你现在有需要一些动力去探索那些未知的东西哈，是你必定的方向。好，再来是3号牌，3号牌是太阳牌哈，这比较像是说有一盏明灯哈，或者一个明确的方向哈，或是你心里燃起了一个意外的希望哈，最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太阳牌所属的意义是如此的。好，来哈，这3张牌呢，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哈。你可以依着他们的眼神、他们的颜色哈、构图哈，或是分布，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总是会有一种很吸引你目光的一种感觉啦。好，那表示跟你的共振比较强，你可以就选它。那已经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就先从1号牌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有机会成为恋人吗？我们会成为恋人吗？无论是暗恋的关系、暧昧的关系，还是现在只是交往的关系哈，我们会成为恋人吗？确定关系吗？我们会确定关系吗？来，我们今天来帮你看一下哈。好，我先来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的能量的分布了哈。能量的趋势啦，然后从这个趋势我们来捕捉一下整个方向感如何哈。好，看一下，这一张好了，小魔牌，目前我直观的方向是想说，事情是在稳定的发展中啦，但是现在是，就是说你们是在这个稳定的发展中，是在往要成为恋人的方向走，没有错。但是目前近期呢是停滞的，因为有些问题发生了，好需要解决。但是没有看出来是你这边有问题呢，还是他那边有问题？反正有一些问题正在发生，然后整个能量是没有在往前的。不知道是你这边的关系，是他那边的关系，还是什么哈？反正你可能要去明白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这关系上目前是停止的，虽然说有一些能量是牵动着你跟他啦，牵动着你跟他还是他，还未知哈，我再帮你翻一下。总之呢，如果你们的关系现在是有点不上不下了，没有再往前走了哈，没有再往前走，原本是走的还不错啦，就是可能发展的还不错，但现在停住了哈，比较像是说有事情被牵引着，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好了哈，我看一下我在顾虑的地方哈，因为我总觉得有几个东西，我想一下，我想知道说3个问题，应该是3个问题。第一，什么东西让你们停滞？第二，发生什么事？就这个。然后第二是这个恶魔牌在指什么方向？在指什么方向？然后第3是后面还有路可以走吗？后面还有路可以走哈。来，我先看一下。看是2个答案哈。我认为他可能最近会有一个情况，可能有2个情况，他有可能换工作换地方哈，他可能在空间上会离你比较远，空间上会离你比较远，他可能近期可能会跟你的联络会变减少或什么的哈，不管你是暗恋他还是跟他有没有联络什么的，他近期他的空间上会离你比较远，他会去
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更好的机会啦，要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哈，离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会比较远。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他可能有新的恋爱对象要发生哦，他有新的恋情要发生了哦，所以他现在的目光跟连接上没有办法连接到你，好，没有办法连接到你。原本有一些讯号是说，原本啦，如果没有别的能量介入或什么的时候，你们两个这样慢慢的发展下去是会有一些机会的。可是后来就是有外力的能量进来了哈。目前我看到2个这个可能，来看第3个力量，一个能量是这个恶魔牌代表的是你跟他之间的牵引吗？还是他跟别人之间的一些？我必须说，他现在在往跟你比较不同的方向走去了哈，他在往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向走去。不过他那个方向有点被迫过去了哈，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有工作或什么有事情，他必须要离开他现在的位置哈，他去比较远的地方，这里是比较重要的哈。情感以这边来说的话，情感面的可能，如果要走情感面的话，也有可能是。他可能要回去照顾他的家人，也有这个讯号，反正他有一个遥远的力量在拉着他了，在拉着他哈。所以这个圣杯6这个可能有跟别人谈恋爱，这个能量我觉得目前是算低的哈，目前是算低的，所以他可能是真的自己有自己的外务事情要做处理哈，可能是跟一些可能我觉得跟家人的连结会比较高了。月亮3世哦。目前看起来不是情感面的问题，是别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处理工作的讯号也是比较多了，工作转职变别的地方，配外差、出差，或是去远的地方工作一阵子的讯号是有。另外还有一个是他可能要回到家乡，要回去家人那里去，也讯号也有哈。他新恋情的讯号可能就比较少，所以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或是有一个。我觉得你们的距离拉开了啦，哈，所以才会有你们2个的能量可能，情感上只专注在情感这一个能量，可能就目前是停滞的，没有要往下连接下去。哈，我还有一个讯号，我再看一下。5号5圣杯是，好。然后他近期可能没有办法谈恋爱了哈，他在忙别的事情了。他现在其实更需要有人帮他，他其实他自己遇到一些困难了哈，他现在其实有点分身乏术哈，他现在有他自己的事情要解决，他有很多钱，然后他对于我必须说你这一段哈，可能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他现在必须要处理。我觉得应该是处理家里的事。我觉得他这也要处理家里的事哈。他现在可能要处理家里的事，而且这个关系上，可能我是没有看到你可能有办法帮助他。对啊，这个距离拉开了，你跟他，你要，目前看起来你可能只能在原地等了哦。他有很多可能啦，一个是，因为他这里有一个感情的联动，就是说我们以你作为一个圆心好了，他现在可能要离开，越来越离越远，可是因为别的地方有一些情感上的事情要处理，而这个情感上的连结不一定是爱情的，所以我会比较像是说我觉得除了这些选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要处理的可能是家人的问题，因为朋友的讯号也比较少，比较像是处理家人的事情或是家务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哈。因为他这个情感的走向比较是土能量的，我觉得他要处理一些就是跟生活有关、跟现实有关哈，跟一些安宁平静的事情有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家里的事情，他必须要去处理，但是也不无可能是工作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话，主要来说，我觉得牵扯的感情讯号会比较少，所以我反而觉得不是哈。但是有可能一点点啦哈，可能就是他的心情被影响的很糟，他可能不想离开他现在的工作。
环境或什么的，可是他必须离开哈，所以他现在有可能离开你一段时间，离开你就是在你眼前消失一阵子啦。哦，你可能要再等等看，等他回来或什么哈。我来帮你看看他会不会回来，然后看他有没有回来的机会哈。就是或是看一下时间上要多久哈，时间上啊或什么的哈，要等多久或是什么，再看看，或是我们再翻看看哈，说不定他这个整个故事的走向会有所不同啦哈。3哈，他是会回来的啦哈。然后时间上空间，总觉得好像就是简单来说，他只是暂时去的哈。他事情处理完之后，他其实那边事情会处理到一个蛮好的结局。他回来之后会跟你，反正他回到你的那个世界了哈。然后这边也有看到一个是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会换成一个新的人哈。然后他会有一个新的能量进来，说会跟你比较接近了哦。然后你会这边有遇到说你有可能遇到新的朋友哈。在等待的这段时间，你有可能会遇到新的朋友，我这边看到的是，好像也有可能是新的喜欢的人或者喜欢你的人，因为这边有一点点是世界有所交错哦，世界有所交错，但是它这个讯号的顺序，对啊，新的世界会在于。牌面这整个讯号是说，新的世界会在他回来的时候做一个全新的转换，然后回来的时候会带来了新的朋友、新的欢乐、新的快乐哈，或新的团体、新的团聚。然后你也有新的改变，然后你也有认识新的人，所以我必须说，他这个所谓的回来之后，你会认识到一个新的人，他新的人包括是完全不同的人跟新的他，会有这两个讯号，不过还是有一个时间要等一下，因为这一段时间不是用来给你成长的，这段时间是用来给他成长的。他去处理自己的事情，这段时间他内在会有一个大转换，他会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成长哈，他会挖掘他心里某些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脑海里会有新的价值，所以你期待下去的话，他会是一个他回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大的提升啦，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陌生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讯号有一种归零哈，它并不是只是换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是说左边的世界、右边的世界两个交换，这样没有，它比较像是说已经走到你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能量已经走到某个底了，它现在要整个全面的换新，从零开始，是这个讯号来。所以如果我翻这张牌是以他回来开始来看的话，那么他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样子给你啦。好，那时候你会不会再喜欢他？我有点不确定，因为这边有一个讯号是大转变的，来看一下。也是哈，这个牌也是所谓的时间到底了哈，他们就要做一个转换，然后其中会有一些东西被抛下了哈。所以你最近期的话，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话，近期会消失一阵子，会不见一阵子，或是可能会也有可能叫做冷落你一阵子哈，或是跟你的接触比较少，所以你不要太介意，因为他要去处理他自己的事，他突然要忙自己的事情，他其实什么人都不太理。然后你可能要忍耐了，要忍耐，然后忍耐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一切能量都已经解决，都整理完了之后，它就会回来了。同样的讯号同样还是这样子，哦，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但是祝福的讯号是比较少的，就是说，他这边其实有一个暗示是说，如果他在你的生活附近的话，不见一阵子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不用等，因为你好像有别的
情感的能量有进来，但是比较微弱，但是好像有机会哈。所以他这里所谓的换一个新世界，他也有另外一个换一个新世界，就是你主动的踏入那个新世界，就是不要等待他这个带来的新世界，因为他这边还有一个新世界的能量嘛。他这里有一个勇气的能量在这里，他会叫你说，你可以主动去创造你自己的新世界，而不要在这边逗留了。也有哦，然后他这里终究是有一个讯号，是下一个有好事在等。那下一个什么？不知道。下一个新世界，下一个什么？下一个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下一步，勇敢往前走的下一步，是有好事情在等着你的。好，有新的朋友呢，新的生活圈的新的朋友圈都有可能。好。而且它这个的解释，它也有可能是你下一个阶段你自我的提升之后，你可能就不会眷恋现在这一个了。好，反正这一段时间，你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可能他会对你有点远离啦。好，就看你有没有需要再往下期待一下，或是你不着急也在期待也是可以啦。哈，总之你是必定要往下走到一个新世界的。来，我再给你看一下牌子有没有什么提醒哈。哦，好，这一张，好哈。牌面是比较支持你直接走你自己的路，不要在原地逗留了。因为他这里可能更觉得你自己创造的、你自己所带来的新能量，所进到的一个新的世界或什么。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暗示说我现在讲的那一个人，可能那个人并不受期待，他可能觉得你另外的方向、另外一个世界好像有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你，而且你的意念。你所期待的，你脑子所期待的那一个恋爱的模样，在你往另外一步走，另外一个世界走的时候，显化的能力会比较强。因为他这里权杖国王跟这个宝剑一就是他有一个全新展现你的能力，然后又加上了魔术师牌，他这个就是你可以做到，你可以显化你心里所想的那件事情，能量都蛮强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内在能量很强，它是连能力都有搭配上去，所以它就变成说，你心智上你所想要、你想许愿的东西，在下一步，在下一个世界是有很好的机会显化的，而不要被动的，像刚第二副牌是从这个人转变了之后再带来给你的新世界，因为它这个新世界带来也是一种被动，所以呢，今天的牌会有2个提醒哦，一个是你可以等待。那个人所带来的新世界，另外一个是你就直接不等了，创造出一个全新。因为那个人刚刚前面有说，你可能要等一阵子，那时间是你的自己，是你自己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哈。牌面有跟你说，总之你都要进入下一个新世界，你不如自己先发制人哈，你去创造你自己的，好，创造一个新的，好，也许你会有新的对象、新的人哈，更符合你啦。因为这2张牌在支持你，往下走，我的建议是，你往下走，你无论如何，你往下走，往你自己的事情去开发的时候，那个人终究还是会回来的。牌面上是说在等他就会回来啊，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更多了，而不是只是选择他或是等他而已。那时候你的选择就更多，为什么？因为你创造的新世界里面，你认识的人、认识的可能有交往对象或什么，就更多啊。牌面是相信你的能力能够走自己的路哈。好，牌的提醒是这个，好，希望你能够理解，还有对你有帮助哈，就这样咯。是1号的朋友，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你们会成为恋人吗？好，你们会确定关系吗？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哈，整个关系的趋势如何啦，走向如何哈，帮你捕捉一下哈。如果有一些直接的建议要给你，我就直接说了哈，你再去取舍哈。目前是看起来是，
目前看起来就是我仔细想一下，是目前看起来这关系就降了，能做的已经该做的都该做了能该做的都该做了，未来可能不太知道在期待什么，可能有点到点了不太知道在期待什么了目前这关系就是现在就只能到这里这里牌面有叫你说希望你看得再远一点，那这里有叫你再看得再远一点，不知道是叫你再看远一点，是说是再等久一点呢，还是往别的方向看呢？我等一下再帮你翻。不过现在再告诉你说，现在你能做的都足够了，你该做的都做了，你能做的也都做了。然后你在期待的东西，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不知道你在期待什么啦。一个期待一个位置，你完全没有把握看不到自己在等什么这里有这个讯号看不到。来，我再看。帮你看一下，那这里说，看远一点往别的方向看，这个讯号是怎么走的？然后，首先呢，这里有说，这整个心思是很乱的啦。你在你想要的东西，或是你期待的东西，什么各方面都被它影响太重了，你可能有点失去自我，你已经忘记自己了你也拿不出对策，不知道该对他好还是远离他还是什么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个人，表示这个人对你来讲是蛮大的罩门啦。你完全被他的反应或干面都锁住了你无法表达自己，没办法表达真实的自己所以很欠缺，现在很欠缺的是你要调整自己，找到自己。你现在很欠缺这一件事情。牌面已经告诉你说就这样了然后它整个牌面开始走向是希望你能够先找回自己一下因为整个牌子的建言曲就是建议你要怎么做的一个趋势蛮高的然后他这里也告诉你说你要静下心来你要静下心来重新想一想然后你原本觉得你在等待的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是对的，它就是真的不会发生。然后你开始对自己有些造成自己的心理伤害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时候你要停下来照顾一下自己了。他现在就告诉牌面其实没有支持你在等的这个人了，他比较在乎你的身心状况，他希望你应该要停止了然后照顾一下你自己，你可能也有一点失去你自己，失去你自己的生活，然后心里有一种既期待又受伤的心情，已经受伤了。他希望你自我疗愈一下，所以他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你转方向了，这个就先讲了，这里就先讲有点希望说你能够分一点专注力，或是把专注力都分在你的工作啊，或是生活上多为自己好，买一些东西为自己好一点但大家希望你能够在生活中再多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有一点看出来，好像你对自己不够好为了心态上为了想要等这个人或者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其实结果并不太好。那我帮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人牌面上并不支持不过必须说牌子上有在讲另外一个方向好像不错，先帮你看一下，在牌面上并没有支持这个人。这个已经看过了。这个我再改。这个刚才已经翻过，这两个就解释过了，就往这里走。好牌面其实没有说，我问了说为什么这个人牌子并不支持，没有。然后他又连续出了几张牌有在告诉你说
这段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了啦。哦，一个分水岭就是说，当然一个就是你继续等，或是继续期待，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有关系哦，因为牌面有好几张牌都告诉你说，往别的第一有往别的方向走哈，不要停留在这里哈。其实跟1号牌也有点类似，你无聊可以，你都有兴趣，你可以去听你1号牌哈。不要在这边停滞了，往下走哦，然后或是往别的方向走，这里都有哈。或是不要留下任何遗憾了哈，或是不要留下任何眷恋，离开现在这个情况也有哈。然后更多的是需要你鼓起勇气往下走去，然后你要战胜一下你自己的心灵的一些难关哈，或是就是说对他的眷恋，或是对他的有一些执着哈，请你要放下来了，请你要放下来了。因为他这样子走，就表示说可能，因为前面上一组牌有一个讯号是说，这边都有2个讯号，就是他叫你，因为通常他会叫你走，叫你往那个方向走，就表示说那个方向跟那个地方的状况是比你现在好的。好，那如果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是他叫你等，你慢慢等也没关系，就是时间还没到，他会叫你等。可是这个牌是叫你说往另一个方向走，来，我帮你看一下，往别的方向走到底为什么？是有比较好吗？还是什么？一定会比较好啦，但是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哎呦，他这边是说你可能会遇到，再继续翻完再讲。开始有一些好牌出现了哈，所以不要眷恋现在这个情况，真的蛮重要的耶。好，先看这里先哈。他这边跟我说，你只要现在赶快远离你现在这一个情感的枷锁，或是你这个情感的困扰，后面会有什么？我直接从边讲，它后面会有一些丰盛的礼物在等你，然后会有欣赏你的人会看到你现在身上的光彩或什么失去的魅力你会拿回来，而且命运之轮有在支持你，现在就立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你会有新的朋友帮你介绍更好的人出现，或是你会认识更好的新的朋友，里面会找到其他你喜欢的人。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可能就是牌面就觉得就先不要了先不要等了，应该还有更好的情况要出现了，请你往另外一边走，讯号都有这边，这边给的牌都还蛮好的，跟前面比较起来都是比较好的方向牌，尤其皇后牌在这边出现了，皇后牌、太阳牌这几个都是一些大丰收的牌在这里连续出现的时候，很难找到理由叫你不要往下一步走以整个牌面的顺序来讲，第一组牌告诉你说，你能做的都做了。分水岭，我整个找造句来说，就是说你能做的都做了，分水岭已经到了，请你往下一步走，或是改个方向走，因为改变的时间到了，新的丰收跟你新的未来，还有新的天地都在那里等着你。整个牌面讯号是这样子它整个流线下来的讲法是这样子目前牌面已经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了。好，你自己要再整理一下来，我帮你看一下你自己的内在的部分。好。你一定会感觉有某种强大的不安在驱使你，但是你要恢复很高的理智，去思考你的情感面是不是被于你的舍不得跟离不开所影响。
他希望你拿回一种对自己的关爱，对自己的那一个热情，去理智的去看待你现在的处境，然后重新生活过来。好，重新生活过来。好，来，再可以去看。你目前正渐渐失去你内在的平衡，但是你有能力战胜你心里的这个不安跟恐惧，然后，但你需要比你想象的再聪明一点。你需要对自己再狠心一点，对这整个情况再狠心一点，你才能够重新活过来，然后你的内在才会找到你最需要的答案，而不是你渴望的答案，是你需要的答案。他希望你能够多点理智，去认清一下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找回来，要回到最原本那个安稳的点。那你本来对于恋情所许下的愿望，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发生，而不是你现在的这一个状况。它会在你内在各方面都已经整理完、完善了，认识自己，回到零点的时候，你的那个愿望又会开始走向成真的那个道路上。现在呢，你被自己的很多迷雾跟谜团或是执着给打乱了，你看不清楚你许的那颗愿望的星星在哪。所以这边有需要你要能够战胜一下你自己。也就是说，你所期待的那个人呢，现在可能只是你执迷的那一个点里面所产生的产物啦。牌面上是希望你能够再看清楚一点。好，来，还有再继续看。看一下，我再帮你翻一次啦。为什么牌面说叫你走，不要再管这个人了？看看还有没有了。他说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但他就不想说。我也没看到什么点在批评这个人，或是在讲这个人的好坏。但我还是再帮你问一下，最后的时间里。这2张在告诉你说，不要管了，你就是重新来过，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来。那些什么好奇心、热情、对感情的向往那些东西都先不要了，你先重新想，回到最初，现在的感觉各方面情况都太复杂了，你想这段关系或是对这个情况都太复杂了，再要回去简单一点的情况如果我感觉的是对方有点花心啦，如果硬要不是硬要啦，我认为一下唯一能续到现在就对方那边有点花心啦，而且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他会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的控制权上啦，你没办法控制你们的关系的发展都在他身上也不一定说对方有点花心，而是对方他现在也没有特别想专注的情感面，所以我觉得他不会专注在你身上，他没有要完全专注，因为他现在的情感流动是打散的而且他在情感上的控制力有点强觉得你可能会不是很好应付啦，因为你本来就因为他想要他的事情，然后被影响到很多，然后偏偏他又是很控制你的人，所以你可能会完全捕捉不到他的心意所以牌面才会觉得说换一个方向比较好，确实是有这个啦。好，可能牌子觉得你可能应付不来他这个人所会带来的一些状况所以他请你从头再想一下，从头再思维一下这牌面有点在保护你啦。我是希望我讲错了，可是牌面连续都是这样，我只能这么说。9、3，好啦，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
他那边的情况有点复杂，然后不是你能应付得来的，不是你能应付得来的，你也没办法探索得很清楚，没办法探索得很清楚，好，这是我觉得，我跟你说，今天2号牌的很多内容都一直在提醒你要归零、重来、重新想你自己。现在你也是混乱的有在提醒你这个我不知道牌面的真正的提醒是因为你本身是混乱的，没办法整理完的或是被它影响太重的，所以希望你先离开。我不知道是这个点，还是另外一个点是，你所讲的那个人那边的情况对你来讲不是很好，所以牌子觉得你先走不同的路、不同的方向比较好有点在保护你。这两个可能都有总之你现在的着重点应该是要在你自己身上在你自己身上先整理一下我这边确实有看到有很多没办法不完整的能量，刚刚好几个人都是不完整的能量，然后建议你的牌子我觉得有点多那刚刚前面建议大家都讲了，如果你要再重听，可以去听看看内容好，2号牌就这样咯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好的方向记得乐观一点，时间空间都还很大，不要执着于某些点不要执着于某些点那就这样了祝福你多爱自己一点，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会确定关系吗？我们会在一起吗？好，我们会成为恋人吗？大概是这个题目来帮你看一下我先帮你看一下两个能量的趋势3号牌的朋友比1号牌的来的顺利一点目前以3张牌的情况来说的话，是受到祝福的，你们是有可能会在一起的它有一个光明跟一个指引的方向在走，所以两个是走在对的路上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还是不够了解对方当你们彼此我觉得还差一点，他这边就是还差一点点了解对方，就差一点了解对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所以就可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还需要再更进一步谈到内心的事情，那一个内心的共鸣产生之后，你们就会在一起，你们自然而然就会在一起了。的确的确是这样是。还有一件事是，我觉得他这里比较多的是那个内心的东西需要被触摸，需要被聊到，因为我不知道是他还是你们有人需要被治疗，内心需要被治疗，所以当这一个有互相治疗的关系出现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机会就会非常的高，因为好像就差这一件事情目前讯号牌子上是支持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啦，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关卡就是可能你们还不够在心灵上还不够接近可能最重要的心事还没有谈到，所以还算是，所以还没有成为恋人，还是有一个距离，有一个坎好，这边就是说你再往下做是能够受到祝福的，你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的。目前看起来，就差那一个内在的事情还没有被探索起来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点还是太表面了。本来两个人能量或各方面本来就能够在一起也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总要还是要有一个契机点，让你们两个突然觉得我们需要在一起，所以好像是内在的事情，有一些真正该聊的事情还没聊到或是还不知道，还没被分享到，可以去努力一下或是去探索一下。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内在的事情大概是什么走向工作上的事
他工作上有一些困难或什么还没被聊到，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要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感比较重，就是说他希望他工作一天的辛劳回到家的时候，有人能够分享这件事情。这一个事情是自然而然，这个关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许你们现在还没有熟到可以聊工作，可是我觉得可以试着聊一下生活上的一些东西了解。我觉得他好像是你们是蛮契合，他也可以跟你聊，总要有人可以聊哈。这个部分在你们的关系好像。我觉得蛮重要的哈，在你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可以先聊一下。也许你就是那一个他觉得很可以聊这件事情的一个对象啦。只是好像差了这一步哈，这一步蛮重要的耶。对耶，而且他有一个东西是有可能要聊到说未来的愿景。如果他对于两个人在一起未来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要有什么走向，对未来的方向，就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价值观跟未来的想象这件事情，你们两个没有谈。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深入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对于一个稳定的关系、稳定的交往，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未来的稳定。他不会想要是轻易的交往之后，就是因为他会很认真的投入。他的很认真投入，除了感情投入外，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投入。他比较像是说他在建构一个稳定的关系到未来，所以。他在确定关系前，他会蛮确定这一个人对生活的价值观是不是处于太过浪漫而不够实际。他是个蛮实际的人哦，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就算谈恋爱，他也希望很实际哦，所以可能还差这步啦。你可以跟他聊未来的更多的愿景或什么的。第三副牌跟前两副牌不一样，第三副牌蛮多备受支持的。我觉得你们就差这步，你们可以聊一些生活的东西哈。来，再帮你看一下他各方面，他性格方面，或是他的需求方面有什么我们还没有太说到的。这边是看他的人了哈，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我相信你已经很熟他了，可是我帮你挖挖看看有没有什么角度或各方面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或是你模糊了没有办法摸清楚的。我跟你说，他确实是有，工作上的困扰工作上的困扰或什么的地方，他藏在心里忍耐了很好一阵子，还没有办法很能够跟人说他确实需要人跟他说他需要达到一个平衡，他需要有人给他意见，他需要有一个，反正他心里需要某一个自我的协调啦，然后他有点搞混了，跟他。就是说，有人跟他聊这件事情，他把他跟对一个人的好感跟喜好混在一起了本来是一个很稀松平常，只是用来聊这件事情的角度或事件，可是他会把它定义在说他对这个人的情感的信任度啊，或是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能跟他聊他工作，他能够聊他工作上的一些坏事情，你能够分担的话，他就会喜欢你啦，他就对这个人有好感啦。能够听他讲，而且还跟他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角度，他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人啦。然后他会觉得这个人是他的自己人啦。来，再看一下，或是他真的把你当自己人了之后，他才会开始讲这件事情。停啊！他的情感面可能没有你丰沛，他情感面没有那么丰沛，然后他需要有人带领他更进一步去开发他对于情感面的表达或各方面的，他这方面真的没有特别的强，可是他对于怎么去理解一份关系，或是分析一份关系的重要性，跟两个人的关系要怎么发展，他这个方面还比较强。
可是他还是有点误会了，这个是他所以他理解的感情的就是说情感这件事情，大多是靠直觉跟一种情绪啦。然后可是他又认为说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用一些理性的分析来分析这个人的感觉或什么。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他搞混了他搞混了情感跟一些理性分析，那个都不情感的东西，就是来的时候你很难理智的用分析自己的情绪啦，分析别人很容易，但是分析自己很难啊。所以这两个东西不能搞混，可是他还是有点搞混所以他需要有人带他再去往上成长一下。而且我这边突然有一个讯号是，他有一个小缺点。他就算在情感里他喜欢这一个人，可是他喜欢这个人，他又把教育这个人，给这个人很多意见，或是给这个人很多提醒，是一种爱。可是其实会让别人很难受，就是他会有一种很爱说教的感觉。可是他觉得这是一种爱，他是为你好，可是这个反而会造成很多缺点，就是很像说教，很像什么，会把关系变得有一点高跟低、上对下，会有这个讯号。可是感情面不需要这样子，感情面就是交换大家互相体谅。他这个面做的比较差你可能要理解一下，他这个面做的比较差。来，我这边有个讯号想看，那他听得进去别人说的吗？是个我觉得他是比较自负一点啦，但是他还是能够被说服他是因为他本身是有责任感，所以你告诉他，你跟他就是说如果你提醒他这个缺点就是说他可能会有时候有点太理性分析或什么的时候，你提醒他都是在一个好的时机，或是希望你想帮他的时机或什么的，他有机会听得懂了，但是他确实还是有点自负一点好，这边再帮你翻他的缺点，这里终究还是他有点太相信自己的聪明了啦。太相信自己的。不过整个牌面看起来还是属于你们的相处是蛮可以的啦，还是可以相处啦。只是先帮你挑一些小毛病你们可能相处上会有这个小毛病。好，来，我再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如果相处起来的关系的密切度或什么时间点，我帮你抓的时间点。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时间点可以抓一下因为第三副牌内容比较顺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提醒的，牌面也没有太多的谏言就觉得 OK 可以啦然后反而只是挑出一些小毛病，所以我帮你看一下时间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时间点，就是两个可能会有机会成为恋人。看一下距离，目前好像等一下目前好像近期还没有那个好的时机，首先是他旁边有太多人了，他旁边有太多事情要先做了然后你们的关系还有一些发展，还有一些事情还要发展一下，跟朋友有关的。你们的关系里面还需要有一些朋友就是你去认识他的朋友，或他来认识你的朋友，这个关系还没有足够，所以关系上还没有办法成为恋人。就是说，你们两个要成为恋人的话，可能朋友的帮忙或朋友的影响有点大。就是他打个比方，就是他有可能需要问问别人说跟你在一起好不好之类的啦。可这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现在只能说你们的关系里面朋友的成分混入的还蛮多的。现在要进到下一节再等一下。也就是说你们的朋友要在你们两个制造一些新的故事啦才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更为密切才会更走向要在一起的这个方向。对啦，这边也有跟朋友有关。我把它讲白话一点啦，就是说你们是适合在一起的人，然后你们未来也会基本上会在一起的人
几率很大。可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圈的绵密度还不够，他还没有很确定要跟你在一起，但是要让他很确定，朋友的因素在最近还蛮重要的。所以你最近跟他的朋友相处，或是他跟你朋友的相处的融洽度，会影响他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目前最近是最近近期最近这一段，应该是说这一段时间在考验的，或是在发展的是这一件事情。不过这跟我刚刚问的题目差点远，我要问的是时间点我要问的时间，我要问牌子的时间是半年内呢，还是1年内呢？这个牌跟我要问的时间不一样，来问一下，这个是半年内还是1年？开始倒数了啦。等一下，好，从现在开始，开始倒数，开始了。开始往你们要在一起的路走了已经在往那里发展了。可是目前看起来的时间是6个月以上，然后到离你现在看的第3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停滞期，就是会有一个停滞期然后不要急，这边有一个提醒牌，不要急它还在慢慢的发展下去我希望没有到半年了，因为我有感觉更强的能量可能在半年内，但是这边牌子没有，他这边跟我说至少要才过一半，他这个一半的话，我心里是想说1年嘛，所以他这边说一半，所以我才说6个月才会慢慢的走向比较好的。可是大概离你现在之后，大概第9、第10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停滞期，关系会比较疏离有一点叫做你慢慢等，不要急我当然是希望会更早了，因为我还是觉得有更早的能量有出现。半年会有比较稳定的状况会出现。不过我比较在意是第9、第10个会有一个停滞期，因为我觉得那个情况会有一点发生状况，所以我希望你们就关系先把持好，平稳一点往下走看到下半年的时候情况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我有点担心，我再往下翻一下。我刚讲的这个是讲的是准确的吗？还是符合的吗？是啦好，那你还是有点就不要太快了好，我刚讲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你就等一下，大概半年或什么6、第9、第10个月，可能会有一个很新的升华，会有一个新的状况会转变，会转好，然后关系会有一个初步的密切的关系会出现你可以期待一下。不过朋友的帮忙还是蛮大的所以最近的时候，你们两个彼此的朋友什么都记得关系处好一点，建立好一点，对你们的未来的发展会不会成为恋人的发展很有影响力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有帮助到你，给你一个乐观的未来的方向好，祝福你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好，谢谢你来听。